漂亮，有机会！哎，嚣张的日本选手当场被巴西拳王打得七窍流血，只因为这个嚣张的小日本赛前狂妄至极，不拿正眼看人，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，嚣张的神情简直太欠揍了，丝毫没有把对手放在眼里。只因为这是在日本本土举行的一场对决，仗着裁判以及赛事方都是自己人，所以狂妄自大，目中无人。可他今天就没那么幸运了，遇到了一位人狠话不多的巴西拳王罗伯托索萨。看到老实憨厚的巴西拳王，日本选手更是肆意妄为，并且大放狂言，一回合内 KO 罗伯托索萨。面对如此猖狂的日本选手，我们就来看看巴西拳王如何在擂台上给他上一课。比赛看到这里的请点赞关注。我们话不多说，比赛开始。比赛一开始，上来日本选手就是蹦来蹦去的，紧接着直接发起了攻击，打得巴西选手一个措手不及。反击的巴西选手一击正蹬，迎上前去的日本选手被罗伯托一击直拳命中，紧接着一击高扫被日本选手接住，直接把罗伯托摔倒在地。找准机会的罗伯托迅速起身，这时日本选手向罗伯托施压，找准机会一击下前抱摔，试图想要把罗伯托带入地面。把罗伯托顶在边网边的日本选手再一次的把罗伯托抱起砸向地面，被带入地面的罗伯托也是立马做出反击，紧紧的锁住日本选手的脖子，在日本选手拼命的挣扎下摆脱了控制。看到僵持不下的两人，裁判紧忙上去把两个人分开。站起来的罗伯托，日本选手还想搞偷袭，还好被裁判及时拦下，因为台下有那么双眼睛看着的，偏袒的太明显了，也说不过去。两个人互换一波输出过后，找准机会的罗伯托一击提膝，紧接着一击直拳，做出反击的日本选手把罗伯托打得连连后退。因为罗伯托的身高臂展比日本选手要高出很多，比较适合打远距离，反而恰恰相反，日本选手比较矮小，所以不停地向罗伯托施压，想要给罗伯托打近身，这样子的话就可以把自己的短板化成为优势。这时日本选手把罗伯托再次带入地面，被带入地面的日本选手被罗伯托紧紧地锁住脖子。不过这个日本选手力气还挺大的，连续的几次把罗伯托抱起来，重重的砸击在地面。罗伯托借助边网顶住日本选手的脖子，疼的日本选手拼命的挣扎。摆脱过后，日本选手不停地岔视着眼睛，看情况不妙的裁判紧忙上去阻止比赛。缓缓站起来的日本选手，只见满脸是血，台下的医护人员也是紧忙上来帮日本选手处理伤口。我们来一起看一下精彩的回放。只见罗伯托一击直拳直接命中日本选手，这一拳的伤害相当的重，直接把日本选手的眼角给打开了。处理好伤口的日本选手，比赛继续。上来日本选手就扫踢开路，被罗伯托轻松化解。紧接着日本选手再一次的向罗伯托施压，还想给罗伯托打近身，罗伯托根本不给他机会，边退边打。找准机会的日本选手再一次的下前抱摔，把罗伯托顶在边网上，然后把罗伯托掀翻在地。掀翻过后，日本选手就开始使用违规打法，对着罗伯托就开始踩踏，还好被反应迅速的罗伯托躲过，一旁的日本裁判也是当作没有看到。找准机会的罗伯托直接绕到了日本选手的背后，想要使用裸脚去降服日本选手。此时的日本选手已经被打得眼角流血不止，面对罗伯托的攻击下，日本选手也是拼命的挣扎。罗伯托想要使用十字步控制住日本选手，没想到日本选手会用如此下流的手段去化解，直接把罗伯托按在了擂台边上。看到没有攻击意识的两人，裁判紧忙上去把两个分开。站起来的两人比赛继续。上来日本选手依旧是步步紧逼，两个人也是不断的试探对方。找准机会的罗伯托一击直拳被日本选手打了回去，罗伯托也是迅速拉开身位。紧跟其后的日本选手，两个人开始了拼命的换拳，在罗伯托狂风暴雨般的拳头下，直接把日本选手打倒。紧接着上去疯狂的补拳，吓得裁判紧忙上去终止了比赛。不是被裁判阻止的及时，非要把日本选手打死在擂台上。常年说道，知道是打日本人的，中国的老少爷们看了都解气。罗伯托也是以强悍的实力对着日本选手疯狂的输出，打得日本选手怀疑人生。最终罗伯托也是在日本的家门口把日本选手暴揍 KO， 真的太解气。中国人就跟娘炮一样，拳头打在我身上如同挠痒痒。而这一次我将派出在这里训练的徒弟，他的职业战绩30战28连胜，我相信他肯定能把那些中国废物打得屁滚尿流。嚣张的日本杂毛狂妄自大，竟然扬言自己的徒弟能称霸中国拳坛，此番言语彻底把中国小伙激怒，直接把日本拳王当场踢飞，最后的临门一脚更是堪称一绝。这个嚣张的日本选手叫原田显吾，拥有着日本空手道冠军，本次来华挑战就是为了一件事，赚麻内。
仅凭借一个空手道冠军头衔，就在中国赚得盆满锅满，因此也是不把中国选手放在眼里，并且在师傅的鼓舞下，更是信心满满，声称打中国人根本不费吹灰之力。一向嚣张的他，今天就没那么幸运了，遇到一位中国小将王顺利。王顺利绰号拼命三郎，河南塔沟练习散打，后转战自由搏击，基本功扎实的王顺利，在搏击的擂台上也是一发不可收拾，多少来华挑战的日本选手都倒在了他的拳脚之下，因此又被称为抗日奇侠。王顺利最痛恨的就是来华嚣张的老外，更别说是令人痛恨的日本人。王顺利绝对不会手下留情，我们就来看看王顺利如何暴揍嚣张的小日本。比赛看到这里的，请点赞关注。我们话不多说，比赛开始。比赛一开始，双方就没有过多的试探，直接发起了攻击。上来王顺利就给日本选手一个下马威，不服气的日本选手还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，王顺利势必要让日本选手为赛前的言语付出惨痛的代价。就一路追着打得非常的这个有攻击性，然后从小在河南少林塔沟武校练习散打的王顺利，也是养成了敢打敢冲的那股狠劲，拳腿组合更是力道大的惊人。年少轻狂的他不仅有着一定的实力，而且擂台上常常戏耍日本选手。这个日本选手虽然很是嚣张，但是确实有点实力，曾经有击败过多名中国选手，所以才会导致他嚣张跋扈，目中无人，不把中国选手放在眼里。面对王顺利的重拳，日本选手显得毫无招架，只能抱头防守。这种打法让我不禁会想到接下来会出场的包哲。这时王顺利临门一脚直接把日本选手踢倒，吓得裁判紧忙上去阻止，并且给到日本选手读秒。缓缓站起来的日本选手向裁判示意还可以继续比赛。就这样，大战再次打响。上来王顺利就发起了猛烈的攻击，打得日本选手节节败退，毫无招架。都是他的。哇！打的日本选手只能以搂抱的方式去化解攻击，但是这对王顺利起不到太大的作用。一击提膝把日本选手击倒之后，在裁判阻止的那一刻又可以及时的收住拳头。真正的高手就是要做到收放自如。当进过后倒是非常重要。你看王顺利的倒霉，整个的我就。日本选手的这个拳法其实没有什么优势。王顺利一套连击打得日本选手节节败退，紧接着一击转身后踢被日本选手挡下。每当日本选手进行反击时，王顺利总能抓住机会比他快一步，打得日本选手只能以搂抱的方式去避免攻击。打破了这个王顺利，真的是火拼开始。王顺利一击直拳直接把日本选手打倒，被打倒的日本选手也是迅速起身，比赛继续。扣手拳打中，因为明显看到日本的有点显悟，他的拳法一般比较弱。哇！已经连续3次被扫倒在地上了。想要做出反击的日本选手再一次的被王顺利摔倒，这一波操作彻底把日本选手打得没有信心了，只能做出无谓的反击。这个扫踢的实际把握非常好，就一判断对方要走，启动一瞬间我一扫踢，直接给踢躺上了，就他这破坏他的重心了。应该是腿部还是遭到重击了。对，日本选手你看连站起来是有点软。搂抱的两人被裁判分开，比赛继续。上来王顺利就抱住日本选手的脑袋，疯狂的输出，连续的拳脚组合打得日本选手摇摇晃晃。在王顺利狂风暴雨般的攻击下，打得日本选手已经体力跟不上了，明显的感觉到了上气不接下气，累得够呛。现场的观众都希望他能 KO 对手，但是你看袁天贤，我的抗压的多强，真的跟个不倒翁一样。你看他要倒，已经很软了，但是还是站着。还有10秒。比赛也是接近于尾声了，王顺利依旧是不断的重击日本选手，毫无招架的日本选手只能以搂抱的方式去拖延时间。这时铃声响起，比赛结束了。王顺利也是以强悍的实力擂台上全程压制暴揍嚣张的日本选手，打得日本选手毫无招架，尤其是他那精悍的扫踢，直接把日本选手踢废物。最终王顺利也是以高比分拿下比赛胜利，为国争光。